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男友当上影帝没多久，旧情人就找上门来。他一手里拿着孕检单，一手摸着肚子，说孩子是男友的。我在旁边没忍住吃起了瓜，却被情人开口大骂，说我是狐狸精。我撇撇嘴，大写冤枉，明明傅燕慈才是狐狸精。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为庆祝男友当上影帝，我难得来了兴致，在家里打边炉，汤底刚刚被烧热，门口就传来敲门声。我眼神还未落到傅燕慈身上，她便很懂事地起身去开门。燕慈，这个孩子是你的。一个女生娇滴滴的嗓音突然在门外响起，信息量之巨大，让我瞬间竖起两只长长的耳朵。哦，关我什么事？我悄咪咪地溜到傅燕慈的身后，门只是轻微被她打开一条缝，借着门的遮挡，外面的女生并没有看见我。见傅燕慈如此冷淡的回答，我有些不满地掐了她一下，眼神示意她不要那么凶，万一女孩子被吓到了，我听不到后续了怎么办？外面女生的声音还在继续。燕慈，这是孕检单，孩子已经6个月了，是上次你喝醉那次。我上门来不是想求得你的原谅，我只是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傅燕慈的关注点并未在他身上，见我在门后越听越激动，他有些无奈地伸手拽住我头上2只乱晃的大耳朵，用力揉了揉。兔子的耳朵最敏感了，我几乎瞬间腿软，瘫在了地上，发出了不太小的声响。门外的齐若涵这才发现我的身影，见傅燕慈的视线始终落在我身上，连他手上的孕检单都不曾多看一眼。他的眼底瞬间盛满怒火，看向我的眼神像是要把我给烤了一样。你个狐狸精！我说燕慈怎么忽然对我爱答不理了，就连孩子都不认了？原来是被你这个小狐狸精给勾住了，你个贱人！齐若涵像是找到了什么突破口，越骂越激动。听说人类女孩怀孕的时候很脆弱，我生怕她太生气，对孩子不好，便也没反驳。阿娘跟我说过，狐狸精一族都是男俊女美的，说我是狐狸精，不就是夸我漂亮吗？怎么还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不解，但我不说，只是撇了撇嘴，小声巴巴。明明傅燕慈才是狐狸精，我只是只兔子。傅燕慈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要生气，直接喊来了保安，将女孩给请了出去。我不希望再看到来历不明的人到我家门口，顶着傅燕慈冷冽的目光。保安不经意地擦了擦额间的冷汗，不敢耽误，马上示意齐若涵离开这里。齐若涵能忍到孩子6个月才找上门来，自然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虽满是不甘，但到底没有将死在这里，只是临走前特意狠狠瞪了我一眼，像是要将我剥了皮。我忍不住颤抖了一下身子，老话果然没说错，看戏有风险，吃瓜需谨慎。身后傅燕慈的狐狸尾巴慢慢靠近我，等我反应过来时，身子已经被他的尾巴缠住，将我揽到了他的怀中。我秒懂，立刻满脸羞涩的闭眼等着他吻我，却也因此错过了他嘴角勾起的坏笑。他扯我尾巴，我瞬间从傅燕慈的怀里跳出来。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他说他要给我教训，说我什么瓜都乱吃。我不服气，抗争到底。胡说八道，不炸裂的瓜我从来不吃。最后本想惩罚我的傅燕慈被我摸了腹肌，本以为旧情人怀孕找上门只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曾想越闹越大，最后上了热搜。视频里
齐若寒声泪俱下，3分委屈中带着3分坚挺，像是被渣男抛弃却又永不放弃的少女。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一个名分，我只是想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不爱我又和我在一起，不爱我又让我怀了孕，孩子已经6个月了，就算不为了我自己，我也要为了孩子讨一个公道。傅燕慈刚拿到影帝奖不久，加上此前她的形象非常好，不曾有过什么负面新闻。此视频一出，几乎是瞬间就被顶上了热搜，评论区炸开了锅。他说的影帝是最近风头正大的傅燕慈吗？天哪，贵圈真乱，救命！傅影帝不是有一个很恩爱的女友吗？这女的都怀6个月了，女友这能忍？身为傅燕慈女友的我，看到这个评论，默默回上一句：我才能忍。网上吃瓜，坐等反转。评论区有人认出了我的 ID， 纷纷跑来回复我：瓜姐这次来那么早啊？瓜姐，这次是知道什么内幕吗？由于太爱吃瓜，一不小心当上吃瓜博主是什么体验？没有内幕，只有常识。我如实敲上回复，评论区的人纷纷表示我说的有道理。慢慢的，评论开始往阴谋论的方向发展，说是因为傅燕慈最近风头正盛，碰到了一些人的蛋糕，所以这次热搜明摆着是冲傅燕慈身上去的。这是一场想扳倒傅燕慈的巨大阴谋。我看着明显误解我意思的网友，有些懵逼。什么蛋糕？什么阴谋？我该如何跟他们解释？我说的常识是真常识。狐狸预产期就2月，这女的6个月都够生3胎了，还没生下来，肯定不是傅燕慈的种。傅燕慈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面前，显然是知道了热搜的事。她坐下帮我捏肩，在我耳边轻声开口：孩子是傅燕慈的。我震惊地瞪大双眼，由于太过震惊，我的双眼变回了原有的大红色，扑闪地看着傅燕慈，听着她娓娓道来。原来孩子真的是傅燕慈的，不过不是现在的傅燕慈，而是死去的傅燕慈。当年傅燕慈还不是傅燕慈，她只是一只还没化形的小灰狐狸，在那个白狐为尊的狐狸窝里，小灰狐狸显然是最不白的那一只，因为不白意味着天赋差，天赋差意味着不受待见。小灰狐狸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大家都默认叫它小灰。打的就是你，真是丢我们狐狸窝的脸，长得灰不溜秋的，我们这堆狐狸窝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一只？就是别的狐狸窝的早就化形了，就你害得我们老是被嘲笑，小灰总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再加上天赋差，他甚至连捕食都变得异常困难。当时的我就在想，我会不会是狐狸精里混得最差的，连死都是被饿死的？傅燕慈说到这里，有些自嘲的勾唇笑，看着这样的傅燕慈，我的心脏瞬间被揪成一团，泛着丝丝拉拉的疼，一股酸涩弥漫在心头。我伸手抱住了他，将他的脸紧贴在我的肩颈处，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洒在身上。阿慈，要是我早一点遇见你就好了。那会的小灰一定很无助，很迷茫。我将耳朵露了出来，将它们放在了傅燕慈的手心。给你摸，我家阿慈是全宇宙最棒最好的阿慈，灰灰的多好看，它们白的千篇一律，只有我们家阿慈灰的那么与众不同。傅燕慈没有说话，只是将我抱得更紧，像个患得患失的小孩。良久，我听见他沙哑的声音接着响起。后来，在一次受了重伤的小灰晕倒在了路边，是路过的傅燕慈救了他。他们彼此陪伴了好久，直到某天，傅燕慈自杀，
死在了那间他们一起生活的小木屋里。现在想想，他时不时地跑到深山老林里，陪着我这只普通的狐狸讲上一整天的话，他应该也是病了。小辉说不出来，当初他看见傅燕慈的尸体时是什么感觉，只是记得傅燕慈说过他想当影帝，说过他想活出自我，说过他其实是个懦夫。小辉不觉得傅燕慈是个懦夫，他只记得他说过的梦想，所以能化形的小辉带着傅燕慈的梦想成为了他。傅燕慈并未对齐若涵的视频做任何回应。这段时间，舆论的风浪愈演愈烈。当然，我始终在吃瓜的第一线。目前，评论区分成了3派人：一类是以我为首的吃瓜群众，一类是拥护傅燕慈的死忠粉，另一类就是煽风点火的激进派。我曾问过傅燕慈要怎么处置齐若涵，抛开他这个人品不咋地不谈，他肚子里的孩子毕竟是恩人的亲生骨肉。可惜傅燕慈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宠溺地揉揉我的耳朵，看着我笑。谈到齐若涵时，傅燕慈的眼神明显变得更加锐利。乖，不用管他。本想看在恩人亲生骨肉的面子上，给齐若涵一点钱，让他安心养胎。可惜齐若涵太贪心了，他见傅燕慈发达了，想要的就不仅仅是钱了。他多聪明啊，钱迟早会花完的，但是得到傅燕慈之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不爱他又如何？他不需要得到傅燕慈的爱，他只要利用孩子牵制住傅燕慈，有这一点就够了。所以他耀武扬威般跑到我的面前向我嘚瑟，长得漂亮又怎样？有了这个孩子，傅燕慈就不会抛下我。时间一久，你们之间出现什么，可就说不定了。你不知道燕慈吧？他这人一碰感情就会优柔寡断，如果忍不了的话，提前退出也不是不行。毕竟你不是也会膈应吗？对面坐着的齐若涵摸着他隆起的肚子唧唧歪歪说了一堆，讲得我脑子晕晕的。我只听到了他开头夸我漂亮，本着礼貌的原则，虽说我有些不喜他，但还是冲他扬起了一个微笑。谢谢。见他一脸吃屎的便秘感，我又是疑惑又是不解，最后他冲我翻了个白眼，留下一句神经病，便转身离开了。我更不解了，所以他特意走过来，就是为了夸我一句好看，再骂我一句吗？晚上睡觉前，我随口将这件事告诉了傅燕慈，在他贴心的撸兔子手法中，我迅速坠入梦乡，丝毫没有察觉到眼前男人眸子里的墨色翻动。如果我看到了，一定会知道这是有人要倒霉的前兆。我家阿慈可不是曾经那只任人宰割的小灰狐狸了。自从齐若涵发的那个视频登上热搜之后，他为了持续的热度，特意开了个私人微博，记录如今他的养胎日常。今天一个人去孕检，又被医生提醒说让我下次带着丈夫一起来，要让孩子的父亲多参与进来。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黯然神伤时，孩子适时的胎动又在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他一直也在陪伴着我。配图是齐若涵手摸肚子，在医院的照片，评论区都是安慰他的声音。齐若涵看着越来越高的关注度，脸上浮现的得意越发明显。他隔着屏幕看向那些同情他的遭遇、安慰他的女孩们，嘲讽地笑了。真是一群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呆子。可惜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傅燕慈的个人官微发出了通告：第一，孩子不是我的；第二，我的爱人在我的身边睡着了；第三，谁质疑谁举证。如果说事情是我干的，孩子是我的，那么请你拿出证据，否则诽谤、
污蔑罪处理。有大粉特意在这条微博上总结，让大家好好学学傅燕慈的做法，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轻易陷入自证陷阱中，永远记住谁质疑谁举证。当有人质疑你是小偷时，请不要尝试证明自己不是小偷，而是大胆地质问对方，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小偷？舆论风向开始变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齐若涵的嘴里到底有多少真话。可惜，令我失望的是，齐若涵作为恩人的前女友，竟然连一张合拍、一张证明他们曾经相爱过的证据都没有。我开始怀疑，他们真的曾经相爱过吗？傅燕慈从来就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我知道他有些敏感地察觉到曾经的傅燕慈的生活并不一帆风顺，不然按照傅燕慈以往的做法，齐若涵万万不可能蹦跶到现在。阿慈，想做就是做吧，想查就查吧，我永远支持你。我知道我人不聪明，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从一而终地信任他，支持他。阿娘跟我说过，做人不要活得太通透，偶尔迷糊点的好，起码容易开心。傅燕慈就是活得太通透了，所以常常想得多。我一直都知道，恩人的死是扎在傅燕慈心里的一根刺，时不时想起来，还会隐隐作痛。小灰狐狸永远重情重义，齐若涵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孩子是傅燕慈的，一时之间质疑声四溢。但我还是嘀咕了齐若瑶的无耻，他找上了傅燕慈的亲生父母。老实说，这点我和傅燕慈都蛮震惊的，因为当初拿到傅燕慈户口本时，上面孤零零的只有一页，我们一直以为曾经的傅燕慈是一个孤儿，所以也没有特意去查。等齐若涵的个人官微出现傅燕慈亲生父亲的身影时，我们才有所察觉，视频里的男人与傅燕慈长得一般无二，可以说几乎是和傅燕慈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所以当他在视频里说他是傅燕慈的父亲时，没有一个人怀疑他这句话的真实性。我是傅燕慈的亲生父亲，若涵怀的孩子的确是傅燕慈的。等孩子生下来，我会带着若涵去做亲子鉴定。若涵他是个苦命的孩子啊，毕竟傅燕慈那个不孝子孙。傅爸说到这里，情绪明显激动，脸上带着对傅燕慈的痛心疾首。他连他的亲生父母都不管不顾。罢了，是我教子无方啊，我始终待在吃瓜的第一线。所以当这个视频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傅燕慈。傅燕慈此时也看到了那个视频，他的眸光死死盯着视频里的傅爸，眸光暗沉涌动。傅燕慈无比敏锐地察觉到了傅爸浓浓的恶意，那是伴随他小时候甩不开、逃不掉的东西。我上前轻拍傅燕慈的肩膀，他转身与我四目相对，我的手离开傅燕慈的肩膀，放在了他的手心，与他十指紧握。我想说，小灰狐狸已经是大白兔的了，大白兔会保护小灰狐狸的。其实，在视频发出来之前，傅爸曾经私底下找上门来，他直截了当地说，是傅燕慈的对家在推波助澜齐若涵的事情。现在他们给了100万给傅爸，希望傅爸出面来坐实傅燕慈的始乱终弃。傅燕慈的对家低估了傅爸的贪婪，他跑上门来表示，只要傅燕慈再给他300万，他便躲起来，不参与到这件事中。傅爸此时眸中满是贪婪，看向我们的眼神满是不怀好意。他对傅燕慈说，没想到你还能混到这种地步，300万对你来说不多吧？我也不强人所难，我只要300万，可连我都知道，
贪心的人是喂不饱的，给钱给富爸这种贪得无厌的毒蛇，就好比在狗嘴里抢肉包子，抢不回来不说，还惹得一身骚。我们见富爸再也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话，便直接将人给轰了出去。富爸嘴里一直骂骂咧咧，说我们迟早会后悔的。可我知道，傅燕慈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后悔，而我永远相信他。傅燕慈带着我来到了曾经他作为小灰狐狸遇见傅燕慈的地方，走向那个在花丛中不太起眼的小土堆。傅燕慈的手里握着他当上影帝的奖杯，蹲下来，在我面前慢慢用爪子在地上挖起了坑。当影帝是傅燕慈的梦想，现在我帮他实现了。绵绵，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我连他的父母还健在这件事，现在才知道，原来他和我一样，不被父母所疼爱。绵绵，我有点不想待在人间了。今晚的傅燕慈像是被记忆拉回了曾经，像我们刚确认关系那会，他变得异常敏感与脆弱，怕我骗他，怕我抛下他，怕自己不够好。可我也曾无数次告诉他，爱你的人不会因为你不够好就不爱你，也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就把你抛下。我看着他将奖杯埋进恩人的墓前，像是完结了某个夙愿。在人间，妖族不可以使用术法。这个影帝是我看着傅燕慈一遍又一遍在深夜里揣摩剧本，一次又一次抓住机会往上爬得来的。最累的时候，傅燕慈背着剧本就在我的怀里睡着了。这个影帝是傅燕慈凭自己本事真切挣来的。我知道如今的他并不在意这个可有可无的头衔，可我也深刻地明白，有些东西自己可以不要，但不能被别人抢。我听见我的声音在风中响起，阿慈，我会一直陪着你，这个人间要走也不能便宜了别人。傅燕慈双眸紧紧地盯着我，像是伺机而动的捕食者，脸上带着浓浓的欲色，像是要将我吞食入腹。说起来，狐狸也是吃兔子的。当初为了说服我的族人和我在一起，小灰狐狸没少吃苦头。傅燕慈带着我在小木屋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里的每一砖每一处都是他曾经生活过的痕迹。曾经的小灰狐狸很少会聊到自己的过去，他不太喜欢将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哪怕是在我的面前，他总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有些东西过去了也没法子过去，它就像是身上伤口结的那层痂，不疼但丝丝拉拉的难受。在人间吃了那么多瓜，我无比憎恶霸凌者鳄鱼的眼泪，哭喊着自己年少不懂事，伤害了别人，如今都是悔恨。他们说的无比后悔，渴望被霸凌者的原谅。评论区大部分的人都在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是啊，相信他们看到你这般懊悔，会选择原谅你的。不要太自责了，过去的就让他们过去吧。可他们这些老好人，凭什么替那些被霸凌者选择原谅那些霸凌者？那些无数个回想起来仍旧心有余悸的场景，将伴随被霸凌者一辈子，甚至留下萦绕在心头一辈子的阴影。不是所有的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不想原谅那就不原谅呗。地球又不会因为缺了某句没关系就不转了。这段时间，我和傅燕慈都没有理会网上的舆论，只是在与世无争的小木屋里看天边的云卷云舒。硕大的网络世界不乏见风使舵的人，事情因为傅爸的出面达到了高潮。这个瓜在短短的时间反转再反转，网友都直呼看不懂。还有不少我评论区的熟人艾特私信让我赶紧更新，
他们迫切地想知道这次的瓜是怎么回事，但我丝毫没有理会。站得高摔得才疼，这句话是我和傅燕慈在人间学会的。我不知道齐若涵是如何联系上得傅爸的，我只知道喂过肉给赌徒的人，赌徒不往人身上撕下一块血肉下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1个月过去了，赌徒身上的100万该花完了。这段时间，齐若涵苦不堪言吧，我忍不住暗喜。果不其然，齐若涵再次被傅爸找上了门。你滚！不是已经给了你100万吗？你还想怎么样？齐若涵肚子里的孩子已经8个月了，他不能再出任何的差池。傅爸明显知道齐若涵的软肋，2个恶霸相斗，就看谁比较无耻了。显然，齐若涵比不上傅爸。傅爸满脸讨好，但视线明显看向齐若涵隆起的小腹。小涵啊，我也不是为难你，10万我就要10万，你给我10万，我就不纠缠你了。等我赚了之后，东山再起，一定还你。不然，傅爸依旧是满脸笑意，只是目光意味深长地看向齐若涵的孕肚。齐若涵哪里不懂傅爸的威胁，这人就是铁混蛋，哪怕肚子里的是他亲生儿子的亲骨肉，他也依旧没有任何负担与愧疚。齐若涵几乎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吞，当着傅爸的面给他转了10万，给我滚！傅爸见拿到了钱，便也没有理会齐若涵嘴里的谩骂，整个人浑身都是舒爽，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儿媳妇就是大气，放心，这绝对是最后一次来麻烦你。赌徒的话不可信，这句话我懂，齐若涵也懂。他不能耽误了，必须要让傅燕慈对他肚子里的孩子负责。总有人觉得处于弱势的人群，往往就是好人。他看着手机私信里不断安慰他的女孩们，像是抓住了什么希望般，重新扬起笑容，踏进了房门。傅妈也联系上了傅燕慈。很奇怪，傅燕慈没出名的时候，在小木屋里尸体吊了3天，都没有人察觉，直到小灰狐狸回去，才将他的尸身收起安葬。傅燕慈出名后，就连8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自动地找上门来，亲生父母也不例外。讽刺的是，傅燕慈的户口本上只有他一人，户主是他，也只有他。小慈啊，妈想你了，你能不能回来看看妈？妈很久都没见过你了，你爸又打我了。傅妈语气里满是祈求，带着一丝不被察觉的哭腔。傅燕慈心软了，我知道小灰狐狸苦啊，因为他的毛发，他的爸妈，他的兄弟姐妹从来就没有给他一个好脸色看。我想他也在庆幸曾经的傅燕慈至少还有一个爱他的妈妈。阿慈，没关系的，想见就去见吧，就当是感恩曾经的傅燕慈。也许他妈妈也想自己的小孩了。傅燕慈带着我去到了傅燕慈曾经的家，那是一个破旧的老小区，街坊邻居都搬得七七八八了，留下10来户人家还在这里。我们就像寻常的人家般，儿子带着心爱的女友上门见家长。傅妈脸上满是慈祥的皱纹，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绵绵是吧？我听小慈说过你长得真是水灵，我也有些欣喜，察觉到了眼前这个妇女的善意。都怪我们太忙于工作了，不然我肯定早就催着阿慈来看妈了。傅燕慈不太擅长应付这类场景，一进家门便接过了傅妈手里的活，在厨房忙碌了起来。见傅妈还想帮忙，我赶忙拉住了她。妈，阿慈和我来弄就好了，你自己歇着吧。傅妈笑着坐在沙发上，我走进厨房，和往常一样帮傅燕慈洗菜。透过厨房透明的门，我看向不远处一脸慈祥的傅妈，
轻声对身旁炒菜的傅燕慈说：“傅燕慈的妈妈还是挺好的，看来是我多心了。先前来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傅妈的别有用心，毕竟有傅爸那样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长一个心眼。”傅燕慈没有说话，只是弯腰对着我的嘴小啄了一下。她现在的心情很愉悦。我满脸通红地将她推开，见傅妈没有察觉到她的小动作，才轻哼了一下。我用气音威胁傅燕慈：“下次再随便在外面亲我，就再也不给你摸耳朵。”傅燕慈见我这般，嘴角的弧度更大了。算了算了，看在她今天的心情那么愉快的样子上，我不跟她计较。晚饭过后，傅妈执意要留我们在家过夜，见她百般坚持，我和傅燕慈便也顺意留了下来。可我万万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人性。傅妈给我们送的牛奶里下了药。房门外，傅爸和傅妈的交谈声响起，声音很小，但耳朵还是听见了，很清楚，很清楚，清楚的让人寒了心。那牛奶他们喝下去了，喝下去了，我看着他们喝下去了。你总算是有点用了。备用钥匙在客厅，反锁了也能打开。傅爸满是算计的声音夹杂着傅妈怯懦的嗓音，在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冷刺骨。黑暗中，我握住了傅燕慈的手，尝试用自己温热的气息捂热被寒意包裹的傅燕慈。这会的她情绪很不对劲，像是暴风雨前的安静，那双眸子里满是冷漠。随着钥匙插进门锁的声响响起，随之被打开的还有屋内的灯。我打开的灯很亮，就这般，傅家爸妈和我们在白昼般的灯光下四目相对。傅爸见这场景，哪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直接无视了我们，像是无数次习惯的举动，径直用力踹向了他身旁的傅妈。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臭婆娘！傅妈被他踹倒在地，痛得直呼，却又拼命站起身来挽留即将离开的傅爸，嘴里喃喃：“不是这样的，我明明亲眼看着他们喝下去的。”此时的傅妈与白天慈祥的她像是被完全割裂的两个人格。我和傅燕慈看着满身狼狈躺在地上的她，企图在他脸上找到哪怕是一丝的心虚，可惜没有，一点也没有。他的脸上浮现的是满满的懊悔，懊悔自己将事情搞砸了。你这样对得起爱你的儿子吗？身旁傅燕慈低沉的嗓音响起，我知道他这是替曾经的傅燕慈问的。傅妈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般，她笑得疯狂：“爱我？你才不爱我呢！要不是你不孝，我们家至于这样吗？当上影帝了，有能耐了是吧？你要是能给钱给你爸，他至于这样几百年都不回一次家吗？我也不至于被他打得遍体鳞伤。”我听着傅妈那三观炸裂的发言，整个人都被干冒烟了。阿姨，他那是家暴，你可以报警离婚的。傅妈不知听到了哪个字，情绪更加疯癫。离婚？我不离婚，离婚会被人看不起的。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心真黑，竟敢咒我！你们今晚乖乖的配合我老公拍几张照片，怎么你了？还有你这个不孝儿，给你爸钱怎么了？赚的钱全给你身旁这只狐狸精了是吧？我懒得再听到他无厘头的谩骂，拉着傅燕慈就往外走。我捂住傅燕慈的耳朵，不让他听到这些污言秽语，就像他从前保护着我的那般。身后是父母无尽的谩骂，身旁是我的小灰狐狸绵绵。我好像真的只有你了。此刻的傅燕慈像是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伤痛撕裂开来般，她看着我，久久地看着我。我不喜欢这样的她。傅燕慈值得很多人的喜欢。收到，小灰公主，绵绵骑士为你效劳。看来除了吃瓜，
我还是有其他天赋的。看着傅燕慈此刻眸子里的漫天星辰，我暗爽。比如让小灰狐狸笑，齐若涵挺着8个月大的肚子，打算直播进行无创产前亲子鉴定。本该不打算理会的，但傅燕慈却改了主意，表示愿意配合。见我不解的眼神，傅燕慈跟我说，想离开前给大家上一课。我听了他的主意后，表示小灰公主，让绵绵骑士助你一臂之力吧。傅燕慈一脸坏笑地抓住我的耳朵，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扑洒在我身上。现在有件别的事需要绵绵骑士，不知道绵绵骑士愿不愿意效劳。我看着他眸子里的玉色，暗道不妙，想赶忙跑开，却忘了这货是只货真价实的狐狸精。媚术加上她俊美的容貌，嘶哈嘶哈。我捏了捏浑身酸痛的身子，爬起来登上了自己的吃瓜账号。这次副影帝的瓜，我将实时更新，底下都是期待我快点更新的粉丝。我粗略看了几下，便点进了齐若涵的直播间。她是真的确信怀的孩子是傅燕慈的，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说服力更足一些，她找了几家权威的医院，同时做了无创产前亲子鉴定。他看向镜头，笑得坚强。加急的结果今天就出来了，这里是3份亲子鉴定，来自不同的权威医院。我相信群众和医院会给我一个公道。齐若涵向我们展示手上的亲子鉴定书，都还没被打开。他说怕被有心之人说他动手脚。评论区一直在疯狂刷屏，这个女的那么笃定，不会真是副影帝的亲骨肉吧？真的说不定。还是那句话，贵圈好乱，就算是亲骨肉，私底下解决也没啥。闹到这种地步，要是真的，副影帝的事业估计也被毁得七七八八了。齐若涵鼠目寸光，她完全看不到别人，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事业没了又怎么样？到如今这个地位，资产早就够一辈子生活无忧了。齐若涵看见担忧事业的评论，忍不住在心里吐槽，穷人闲吃萝卜淡操心。可惜齐若涵看都没看的鉴定结果，直接先亮给观众先看的亲子鉴定书，并没有给他意料之内的效果。齐若涵适时地掉出眼泪，哭诉倾泣，还在诉说着自己的委屈，直到看到直播间评论对他清一色的吐槽，他才反应过来事情的不对劲。他火急火燎地打开那3份亲子鉴定书，不是，都不是，怎么可能？这个孩子就是傅燕慈的，没有错的，一定是他们动了手脚。我看着直播间濒临崩溃的齐若涵，贴心地发了条评论，不要太动气，对孩子不好。我退了出来，没有兴趣看别人的狼狈模样。多亏了齐若涵的警惕，他为了怕我们动手脚，亲子鉴定的全程，他只要是允许直播的地方，他全程直播记录了下来。现在他想泼脏水都难。我在自己的账号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傅燕慈的女友兼未婚妻，也将这段时间加上傅燕慈曾经调查出来的真相全部公布了出来。傅燕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但又没那么普通。父亲酗酒赌博，动不动就家暴，母亲守旧迂腐，将一切的不满都发泄在了傅燕慈身上。傅燕慈因为偶然的机会踏上了演艺事业，却处处受挫，甚至被人陷害，欠下巨额违约金。原本因为儿子在演艺圈有钱赚，稍微对傅燕慈有点好脸色的傅爸立马变脸，为了防止被牵连，甚至直接跟傅燕慈断了亲情。从此之后，傅燕慈的户口被迁了出去，户口本上只有他一人。齐若涵见色起意，
捡失了看似金贵的傅燕慈，但他整日流连灯红酒绿中，捡尸这种事他干过不下10次，真真假假，谁又知道呢？后面的我没有再在视频里透露出来，没有人知道。那会的傅燕慈病了，他开始疯狂地怀疑自己，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他知道自己病了，他尝试过自救，但失败了。他将自己的生命结束在了深山老林里那个孤零零的小木屋上。与此同时，傅燕慈出手，将所有证据都摆到了明面上来。故意挖合同陷阱的经纪公司被调查，齐若涵因诽谤勒索罪被请进局里喝茶，傅爸也因家暴斗殴一同被带了下去。在视频的最后，我希望大家看待网上的事，可以多一分思考，多一分怀疑，不要成为那个手握尖刀的帮凶。我不知道我和傅燕慈给大家上的这课可以让大家记住多久，但我想哪怕只有一时，那也是有意义的。傅燕慈宣布了退圈，他跟我说，曾经的傅燕慈的梦想他已经实现了，现在他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我们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天，遇见了以前傅燕慈的主治医生。他见到傅燕慈，见他现在越来越好的生活状态，脸上的皱纹都洋溢着喜悦，承认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承认他们的自私是拯救你的第一步。我很高兴，你可以克服。傅燕慈只是笑笑，我们都选择了隐瞒。曾经的傅燕慈到死都在怀疑自己，认为不被爱是自己的原因。希望现在的他已经明白了。落叶飘散，又是一年秋天。傅燕慈很紧张，因为今天是我分娩的日子。狐狸和兔子生下的是什么？我又好奇问了傅燕慈一遍，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遍一遍地说，无论生的是什么，我们都会爱他。傅燕慈哪怕不说，我也知道她想的是什么。她不希望孩子像她。绵绵其事，总是容易看透小灰公主的心思。又过了几天，我生出了一只跟傅燕慈小时候如出一辙的小灰狐狸。我抱着它，跟傅燕慈说，是小灰狐狸爷。小灰狐狸的基因真是厉害。傅燕慈却一反常态的沉默，没有说话。我看着他，他看着小灰狐狸，一遍又一遍。良久，我听见他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绵绵，我们好好爱他好不好？我知道他又想到了他小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应下。傅燕慈，你知道吗？我很庆幸我生的是只小灰狐狸，因为我想告诉你，爱你的人，无论你变得怎么样，都会从一而终地爱你。你记得当初遇见的医生说过的话吗？我们中的有一些人总是要承认自己的父母自私，承认自己的父母没那么爱自己。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的唯有自爱，不要轻易地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又认真地看着傅燕慈，我问他，你会爱我生下的小灰狐狸吗？爱。傅燕慈眸中重新亮起闪闪微光，那是他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第一步。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小灰狐狸会浸透在爱中。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的老公出轨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前天晚上，老公如往常一样，很晚才回到家。在他去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机上有一个叫菲菲的人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屏保上只显示了7个字：亲爱的，晚安，明天。由于我没有我老公手机的密码，所以剩下的字我看不到，只能自己在脑海里进行脑补。我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老公不会出轨，可实际上那7个字已经开始动摇了我的这种信念。
尤其是“亲爱的”这3个字，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我脑海里无限扩大，这使得我不禁遐想连篇，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老公洗完澡，看了一会手机，说了一句晚安，就睡觉了。不一会，老公的呼噜声在这宁静的夜晚骤然响起，床边的小夜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我看着老公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好奇心油然而生，实在是想看看这个菲菲到底是什么人，跟我老公是什么关系，他们都聊了些什么。甚至我都开始安慰我自己，搞不好当我打开他手机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男同事的恶作剧。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几率很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战战兢兢地拿起了老公的手机，试了好几次密码都没有试对。我把我的生日、他的生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通通都试了一遍，一无所获。这不禁让我有些失落，我居然连我老公手机的密码都不知道。我一直都很信任我的老公，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了这样的事情去试我老公的手机密码。我看着老公那张棱角分明沉睡的脸，突然急中生智，我想到了用老公的指纹去解锁。我提心吊胆又小心翼翼地把我老公的手指一个个往苹果的 Home 键上试，直到试到右手大拇指的时候，手机屏幕瞬间亮了。我知道我解锁成功了，我按耐住内心的不安，打开老公的微信，果然看到了一个叫菲菲的人给他发的信息。此时我的心正在扑通扑通地乱跳，我屏住呼吸，点开了菲菲的微信框，瞬间一些不堪入目的对话映入我的眼帘。微信框里显示的那些对话使得我浑身颤抖，也同时证明了菲菲是女的。昨天晚上你好坏，弄得人家今天全身都发软，那明晚再来一次，哈哈，等等一些难以启齿的文字。最后一句就是我刚刚所看到的那句，亲爱的，晚安，明天别忘了我的 LV 包包。然后我老公回了一个酷酷的笑脸。看完聊天记录之后，我点开了那个叫菲菲的人的头像，我实在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长成啥样，居然能勾引到我老公。可是遗憾的是，她的朋友圈里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鸡汤文之外，没有一张女性照片，连头像都是一个像猫既像狗的动物。但此时在我眼里，那动物完完全全就是一头狐狸，并且还成了精。此时我的内心开始翻江倒海，既难过且愤怒，又一时不知所措。我没有叫醒我老公当面质问，我心里害怕，我不知道我跟他挑明后会是怎样的结果，是离婚还是吵架，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这导致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老公吃完早餐就去上班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偌大的房子里坐立不安。昨晚老公手机上跟菲菲的对话，现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在我脑海里回荡。我实在难以相信我的老公有一天居然会出轨。但是现在事实就摆在我的眼前，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老公脾气不好，我怕我当面去质问他的话，我们肯定会吵架，甚至离婚。可我不想离婚，我实在不忍心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家庭毁于一旦。我在房间里心神不安地来回走动，脑海里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跟我老公相识在江南小镇的一所连锁理发店，那时候他是美发师，我是美容师。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跟了他，恋爱了1年就结了婚。那时候穷，结婚后我们便一头扎进工作，生活没有浪漫，
没有过多花哨，只有拼命赚钱。慢慢的，我老公在他的事业上有了一些成就，成为了拥有好几家店的小区域经理。去年终于在这片打拼的土地上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同时也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才打算要小孩，可是试了好几次，我都没有怀上。医生说是我的问题，要我不要再去接触那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美容产品。于是我就辞去了美容的工作。老公在家附近的商业街上给我开了一家小型的服装店，一来可以调理身体，二来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离开我老公身边才1年多点时间，他居然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此时此刻的我真的是六神无主，我既不能容忍老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也不想因为这事来破坏我们的感情，毁了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庭。但是我又拿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小姐妹微微打来的。微微是我的隔壁邻居，同样也是开服装店的，我们认识也快1年多了，关系挺不错的。她比我小3岁，长得有几分妩媚，活脱脱一个大美女。虽然当剩女好多年了，但她性格开朗，古灵精怪，嘴巴又甜，非常讨人喜爱。喂，玲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没来店里呀？微微的话提醒了我。我看了下时间，都快中午11点了，我才想起来我还没去店里。哦，家里有点事，马上就来。当我挂完电话，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对呀，我可以去问问微微，看看她有什么办法没有。这小姑娘平时鬼点子多得很。想到这里，我仿佛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激动不已。我赶紧收拾了一下，直接去了微微的店里。此时已是中午时分，冬天的太阳虽然充满了温暖，但寒风吹来的时候还是带着几分刺骨的寒意。在去的路上，我还顺便给他带了一份他平时喜欢吃的黄焖鸡米饭，反正离饭点也不远了。推门进去的时候，微微坐在里面吧台，低着头玩手机。见我进来，赶紧把手机放在了抽屉里，然后起身笑着说道：“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哟，还给我带午饭了，谢谢你，玲姐。”微微看到我手中的黄焖鸡米饭，毫不客气地从我手中接了过去，然后坐回吧台，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他的这种随意，我早就习惯了。我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吃午饭，来的路上特意给你买的，多吃点，吃胖了嫁不出去，我就要笑死了。”哼，我再胖也有男人喜欢我，嫁不出去那是我眼光高。微微边吃边说，一脸自信。看着微微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又开始犯起愁来。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去开口去讲我老公出轨的事情，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微微突然抬头看着我问道：“玲姐，你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勉强地笑了笑，然后沉默了一会才弱弱地说道：“我老公出轨了。”啊，真的假的？微微放下手中的筷子，睁大着眼睛看着我。真的，他跟那个女人发的微信我都看到了，恶心的要死，我都难以启齿。那你有没有问你老公？你老公是怎么说的？微微一脸难以相信的表情。我摇了摇头说道：“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怕跟他明说了之后，他跟我吵架，伤了彼此间的感情。一旦处理不好，我怕他跟我离婚。你也知道，我们能有今天这个家也不容易，我不想因为这事毁了这个家，所以我来问问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既不拆穿他，又能让他知错回头。”微微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我，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道：“哎，其实男人出轨嘛，
都是耐不住寂寞，想寻找新鲜感。尤其是结过婚的男人，时间久了，难免会抵不住诱惑，在外面沾花惹草，这也很正常。再说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完全是不修边幅。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你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你这件棉衣都穿了好几年了吧？还有你这发型，都是几年前流行过的。你老公每天面对这样的你，能不出轨吗？你的样子连我都看腻了，何况是喜新厌旧的男人。微微这么一说，我瞬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起身站在试衣镜前，仔细地打量起自己。微微说的也对，我确实发现镜子里的我非常的老土。身上这件天蓝色的棉袄还是去年店里卖剩下的，一头的红发由于长时间没有打理，颜色已经脱落，长出来的黑发跟发梢的颜色成了鲜明的对比，脸上的皮肤也有点暗沉发黄。自从我辞去工作之后，我就没怎么注意过这些。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注重这方面的人，然后觉得现在不去美容店上班了，就没必要再在穿着打扮上浪费钱了。毕竟老公赚钱不容易。但是刚刚微微的话触动了我，此时我才发现镜子里的我原来是这么老土。你听我的，你既然你不想跟你老公离婚，你老公出轨的事你就装作不知道。从明天开始，你就好好打扮自己，怎么漂亮怎么来，不要再省钱了。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视觉动物，或许你这么一改变，你老公看到了之后，又重新对你产生了欲望。微微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说道：“这样行吗？”我有点不相信。微微白了我一眼，说道：“没事，你怎么知道行不行？你还要学会玩点神秘感，不要什么都跟你老公坦白，一定要让你老公感觉到你有秘密，但你又不告诉他。等到他来问你的时候，你要调他胃口，让他欲罢不能。对付男人嘛，就跟打仗一样，要欲擒故纵。作为一个高情商的女人，你要时时刻刻让你的男人有一种危机感，让他产生一种一不小心就会把你弄丢了的错觉。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越性感越好。你要做到，当你走到大马路上的时候，5个男人有4个男人为你回头，你就成功了。微微的话让我感觉到有些道理，但心里还是有点顾忌。不过此时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好，我听你的。我眼神坚定地看着微微说道：“这就对了。”微微笑得很开心，但除了开心，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接下来，我就开始了微微给我制定的改变计划。我们每天穿梭在各种各样的商场、美容院、瑜伽会所、指甲店等等，在穿着上面我也是做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之前一些不敢穿的太露的衣服，在微微的逼迫下我也穿了。虽然在这大冬天穿露骨的衣服太冷，但微微一句女人不能怕冷的话，就让我对寒冷居然产生了一种抗体。经过2个礼拜的改变，当我重新再站在试衣镜前的时候，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人靠衣装马靠鞍。我这么一打扮，还确实比以前多了几分姿色，这让我瞬间感觉自信无比。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底气足了？微微一脸笑意地看着我说道：“这么多钱花下去了，底气肯定要足啊。不过你还别说，这几天我老公晚上回去还真多看了我几眼，他还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活动，一下子买这么多衣服。”我在镜子前左转转，右转转，满脸笑容地说道：“对吧？我说的没错吧？天下男人都一样，你不要理他，继续你的改变计划，晚上带你去泡吧。”微微一脸自信，一脸了不起的表情。啊，
泡吧呀！听到微微的话，我一脸惊愕地看着他。泡吧怎么了？带你去多见见世面，不好吧？我都已经结婚了，怎么还能去那种地方？再说了，万一我老公知道了怎么办？我的思想比较封建，对酒吧这种地方心里有点抵触，所以我一脸犹豫。微微摇了摇头，一脸鄙视的样子看着我说道：“你看看你，刚上点路子，怎么又回去了？你要记住，不要一天到晚围着你老公转，不然你老公还以为你离不开他，这样他会翘尾巴的。你要有你自己的私人空间，你要多几个异性朋友，多让你老公吃吃醋，这样他才会珍惜你。再说了，你又不干什么，只是多了几个朋友而已。”我还在犹豫，微微却一把拉着我，关了店，打车朝酒吧奔去。此时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微微带进了酒吧。眉飞色舞的灯光，激情劲爆的音乐，群魔乱舞的舞池，这一切对于一个很少进酒吧的我来说是种煎熬。微微拉着我来到舞池右边的一个卡台旁，卡台里坐了2男1女。微微一把把我拉到座位上，扯着嗓子对着对面的2男1女介绍道：“这是我小姐妹玲姐。”然后指着对面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向我说道：“这是我朋友，大家都叫他 K 少，这酒吧的经理。这个叫大神，还有这位美女也是我小姐妹，叫美美。今天你就放开了玩，不醉不归。”我勉强地笑了笑，向微微的朋友们点了点头，可我还是浑身不自在。微微一个劲地在跟他的那些朋友们聊着天，而那个叫 K 少的男子时不时地跟我敬酒，跟我聊天。刚开始我还有点拘谨，但是几杯酒下去，慢慢的我就自然了起来。时间在这灯红酒绿的夜色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我渐渐地感觉头开始有点晕，眼神有点恍惚。我知道我喝的有点多了，可是那个叫 K 少的男子和叫大神男子还在一个劲地朝我敬酒。本想拒绝，可是酒这东西越喝越来劲，不一会我就喝断片了。直到第2天，我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才恢复了意识。当我睁开的那一瞬间，我吓了一跳，我眼前居然睡着一个陌生男子，不对，准确地说，应该是昨晚认识的 K 少。我揉了揉眼睛，清晰地发现我不是在家，而是在酒店。我赶紧从床上坐了起来，发现我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此时敲门声越发急促，不一会，我只看到好几个人影破门而入。我定睛一看，顿时又是吓我一跳。其中一个人影居然是我老公，而另外一个是我小姐妹微微，其他的人居然都是我以前的同事。好啊，你这个婊子，居然敢背着我偷人！难怪这段时间打扮得这么骚气，原来是在外面有人了。老公看到我，一下子怒发冲冠，一开口就骂：“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我一下子也慌了神。昨天晚上的事我一点都记不起来，我知道我酒喝得有点多了，至于我怎么出酒吧，怎么会来这里跟这个男人开房，我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这个骚货，老公根本不理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昨晚我跟微微去酒吧玩，然后后面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讲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微微，赶紧向她求助道：“微微，你要给我作证，我怎么会这样？”此时的微微居然也是一脸茫然，说道：“我也不知道啊，昨晚本来看你喝多要送你回去的，可是你死活要 K 少送你，后面你们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信你问 K 少早就醒了，若无其事地坐在床上吸着烟。
我转头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道：“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K 少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我送你回去，你非要拉我来开房，还说喜欢我，你都忘了，这事不怪我，是你老婆非要拉我来开房的，我还以为她没老公呢。”说完 ，K 少翻身穿好衣服就走了。我老公气得双脸通红，咬牙切齿地说道：“离婚。”然后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带着其他人甩脸而去。顿时整个房间里只留下我一个人，傻傻地愣在那里。我整个人软趴趴地躺在床上，我以为我在做梦。我狠狠地甩了自己一个耳光，可是我感受到了疼痛。我拼命地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可是意识停在了我喝迷糊的那个片段上，其他的我一点都记不起来。我忍不住抱着被子痛哭了起来。老公跟我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从酒店回去后，我老公就一直没有回来过，所有的手续都委托他的律师来操办的，直到法院开庭的那天，他才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拼命地跟他解释是误会，是我喝酒喝多了，可是他对我不理不睬，只是甩给了我一些照片。照片上全是我赤身裸体跟 K 少的风流事。看着这些照片，我全身颤抖，但是一瞬间，我突然道这件事肯定不是巧合，很像是预谋很久了的。后来，老公很顺利地跟我离了婚，我也理所当然地净身出了户。在我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微微上了我老公的车。就在此时，菲菲的名字也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嘴里默默地念着菲菲跟微微这两个名字。恍然间，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猜想我小姐妹微微有可能就是我老公的那个小三菲菲，很早就跟我老公搞在一起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然而这一切都是菲菲设计的一个阴谋。想到这里，我胸口像中了一记闷拳，一下子喘不过气来。我赶紧掏出手机给微微打了个电话过去，没想到她还接了。电话一接通，我就质问道：“你就是我老公的那个小三菲菲？你专门策划了这么一出来，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不对？”你说对了一半，我确实就是菲菲。这一切也确实是我策划的，但不过这还有你老公的支持。事已至此，我就跟你坦白吧，其实你老公早就想跟你离婚了，你又没生育，又老土，你老公早就烦你了，但他一直找不到好的理由。直到那天晚上，你去解锁你老公手机的时候，其实当时你老公醒了，但他没有阻止你。然后第二天你没有质问他，他就知道你舍不得跟他离婚。接着他就心生了这个计策，跟我讲了以后，我就知道你性格是属于那种犹豫不决的。然后我就跟你打了那个电话，问你怎么没来店里。本来是打算我先来引你上钩的，可是没想到你居然自己上钩了。后来那天晚上去酒吧也是事先说好了的，那3个人也都是我找的托。不过你放心， K 少没对你做什么，只是把你脱光了，拍了几张照片而已。当然了，这是你老公的主意，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净身出户。菲菲的语气充满了不屑，她的这一番话让我瞬间觉得自己好傻，心里五味杂陈，眼泪也瞬间掉了下来。我说了句见人，就把电话挂了。我蹲在法院门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突然觉得好笑，笑我居然会如此大费周章地来跟我离婚。我想他是有多讨厌我呀。我起身朝马路上走去，此时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老公的小三就在我的身边，而且我会傻到去求助小三。
无形中，我居然跟小三拉开了一场我不知情的战争，而且我还输得如此彻底。我无奈地仰天笑了笑。或许对于菲菲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接着天色已晚，窗外寒风凛冽，空中下起了密密麻麻的细雨，雨点中夹带着点点细碎的雪籽，风吹而动，击打在窗台，弹落在屋里的大理石地板上，激起了一层银白的薄雪。姐，大冷天的，你打开窗户干嘛？娟儿推门而入，看得出她一脸心疼。我半靠在床上，眼神望着窗外发呆，脑海里全是这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事情，心里不禁感叹命运的转变太无常了。自从跟老公离婚后，我就住进了娟儿的家。娟儿是我表妹，也在我老公的店里上班，同样也是美容师。当她得知我老公和小三薇薇专门策划这出来跟我离婚时，也是气得直咬牙。姐，照我说，你当时就应该把你跟薇薇的对话给录下来，然后对簿公堂。你看那对狗男女还有什么话说？这样也不至于净身出户，沦落到如此地步。娟儿一边关好窗户拉上窗帘，一边愤愤地对我说道：我叹了叹气，心里知道这一切跟我老公也离不开关系。或许我老公真的如薇薇所说，早就想跟我离婚，只是苦于迟迟出师无名。但是我还是认为老公或许只是一时被出轨的快感冲昏了头脑，等余欢过后，我想他还是会后悔的。或许你姐夫并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只是我没想到薇薇居然会做得如此的绝。再说了，当时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录什么音啊？难过都来不及。我苦笑着说出了心中所想，姐夫也不是什么好鸟，再怎么鬼迷心窍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那个贱人，你绝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他。娟儿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心性率真，再加上她书读得少，曾经在厂里跟一群混混待过2年，所以说话也便是出口成脏。她一边说，一边来到我的床前坐了下来，继续说道：你看你现在憔悴成什么样了，为了一个屌男人值得吗？你必须得振作起来，不能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们。尤其是那个贱人，我们一定要找到证据，然后上法院起诉他们。一是还你清白，不能一辈子做个冤大头；二也可以挽回一点经济损失，绝不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娟儿说的在理，这段时间我确实比较消沉，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却想不到沦落成如此地步，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不是娟儿提醒，我还真打算就这样算了。现在想想就来气，不能就这样放过薇薇这个贱人，一定要拆穿他们的阴谋。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是还自己一个清白。想到这里，我顿时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神坚定地望着窗外的细雨说道：你说的对，我不一定要报什么仇，但是我一定要还我自己一个清白。娟儿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放心，老妹，我永远支持你。第2天，我们就着手准备我的洗冤计划，但是还没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没有证据。我说老姐呀，你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要录音？娟儿躺在客厅沙发上，一脸抱怨地看着我说道：当时那情景气都来不及，脑子里一片空白，哪能想这么多？我说道：那现在怎么办？去哪里找证据？娟儿嘟了嘟嘴，一脸为难的表情。一时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突然好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冷静下来录音，现在只能一筹莫展。
那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娟儿沉默了一会，突然问道。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酒吧喝完酒我就断片了，什么都记不起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我跟那个叫 K 少的男子躺在酒店的床上。娟儿一副略有所思的模样，然后说道：那你确定那天晚上 K 少没有对你做不该做的事情？你怎么突然扯到这里来了？我不知道娟儿为什么突然问这个，然后我接着说，虽然我喝醉了，如果他对我做了什么的话，我想第二天多少我能想起来一点。对了，我突然大声地说道。娟儿被我吓一跳，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我连忙站起来，走到娟儿身边坐下，喜出望外地说道： K 少，我们可以找 K 少。整件事情的发生 ，K 少都在场，所有的东西他都应该知情。如果他愿意出来作证，那就什么都好说了。说到这里，突然想到 K 少跟微微是一伙的，刚才的喜悦一下子又消失了，满脸失落地继续说道：可是他是微微的朋友，又是他的托，怎么可能会站出来为我作证？娟儿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客厅一下子寂静下来。没过多久，娟儿似乎想到了什么，终于开口了：你去找他是没用的，他认识你，是不会出面做证人的。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快说，我迫不及待。娟儿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样，我们去你之前的那个酒吧，看能不能碰到 K 少。如果碰到他，你就偷偷的指给我看，我找机会接近他，使个美人计跟他认识，然后再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点证据出来。我将信将疑的看着娟儿，心里没有一点把握。我弱弱的说道：这样行吗？他不认识你，你接近他是很容易，可是你要是套他的话，那不就暴露了你的身份吗？娟儿瞟了我一眼，底气十足地说道：你放心，我自有办法。你也不想想你老妹以前是干嘛的？我以前是在社会上混的，像逼供这样的事情手到擒来。到时候我找几个以前在社会混的朋友吓唬吓唬他。那不行，这可是犯法的，你可别胡来。再说了，你一女孩子家没那能耐，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你爸妈交代呀？我有点担心娟儿这暴脾气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赶紧阻止。哎呀，放心好了，我最多只是吓唬吓唬他，又不会干啥事。对付这样的男人，我有的是办法。再说了，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你要他自己自愿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别无选择。你别操心了。娟儿满脸不屑，不屑中还带有几丝自信。他说的对，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 K 少身上，除了他，还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有点犹豫，我怕娟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她可是我表妹，到时候不好跟她家里人交代。最终我还是没能拗过娟儿，妥协在她的计划里。第二天晚上，我便跟娟儿来到了那个酒吧。来之前，娟儿还特意的打扮了一番，长腿黑丝高跟鞋，紧身包臀连衣裙。最主要的是，她那巨罩杯的大胸像两只巨大馒头一样高高耸立在胸前，而且还露出了大半个在外面。我看着这身打扮的娟儿，不由得担忧地说道：你这样好吗？娟儿白了我一眼，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事到如今，我只能点了点头。娟儿今天打扮得着实性感，虽然她长得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她那傲人火辣的身材，足以让那些男人全身发软。不知为何，酒吧的生意一直以来都是出奇的好，红男绿女们搔首弄姿，你搂着我的腰，我摸着你的屁股。很显然，这是新时代的一种新时尚。
只是我对这些嗤之以鼻。娟儿到底还是以前混过的，一走进酒吧的大门就开始摇头晃脑来，很快就成了这红男绿女当中的一员。我们穿梭在熙攘的人群，目光寻找着 K 少的身影。可惜的是，我们把酒吧的里里外外都寻了个遍，也没看到 K 少的影子。我记得上次来微微跟我说 K 少是这里的经理，怎么没看到人了？我一脸失落地走出酒吧，对着娟儿说道：“那婊子的话你也能信？”娟儿瞪了我一眼，继续说道：“走，明天再来。”说完，娟儿转身欲走。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眼熟的男子从一辆出租车下来，朝酒吧走来。我仔细一看，这个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没错，果然是 K 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来了，来了，就是他！我赶紧扯了扯娟儿挎在肩头的包包，示意他那个迎面而来的男子就是 K 少。然后我迅速将头扭向了一边，以免被他认出来。很快 ，K 少就从我们面前走过，进了酒吧。你确定刚刚进去的这个就是 K 少吗？娟儿转头来问道。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识。好，走。娟儿扭头就走进了酒吧，我紧随其后。走进酒吧，我的目光就开始寻找 K 少的身影。很快我就发现了他，他坐在一个靠舞池很近的卡台，手里拿着手机，腿翘在卡台上，一副悠哉悠哉的神态。我指着 K 少的方向对娟儿说道：“诺，在那里。”娟儿对我笑了笑，然后从随身的包包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放在嘴里，对我说道：“看我的。”然后扭动着屁股朝 K 少走去。我悄悄地绕到 K 少的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帅哥，能借个火吗？不一会，我看到娟儿就来到了 K 少面前，一脸媚相地朝 K 少说道，而且还故意提高嗓音，所以我隐约听到了。K 少抬头看到娟儿，目光不偏不倚落在了娟儿的胸前，被她胸前那对呼之欲出的大白兔给迷住了。娟儿将烟叼在嘴里，借势弯腰将胸对准 K 少的脸，意思叫他点火。K 少会意，慌忙从兜里掏出打火机，赶紧给娟儿点火。点燃烟，娟儿立马转头走向舞池边的栏杆旁，倚在上面，眼神望着舞池摇摆的人群，不再理会 K 少。可是没想到 K 少连忙起身来到娟儿的身旁，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娟儿点了点头。然后 K 少一把搂住娟儿的腰，又重新回到了座位上。娟儿在回到座位的同时，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勾搭成功。接下来，娟儿跟 K 少开始喝起了酒，这一喝便是没完没了，一直喝到快凌晨。我明显的感觉到 K 少开始已经喝多了，他一个劲地拉扯着娟儿，嘴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娟儿把 K 少按在座位上，在他耳边好像说了句什么话，接着就朝我这里走来。路过我这里的时候，又向我使了个颜色，然后朝卫生间走去。我会意也跟了上去。姐，搞定了，他现在喝得差不多了，非要拉我去开房。卫生间里，娟儿一边洗着脸，一边向我说道：“不行，你去跟他开房，万一他乱来怎么办？我可不愿意你冒这个险。”我不同意。我知道开房了没什么好事，万一 K 少对娟儿乱来，害了娟儿，我可对不住他。可是娟儿依然还是一脸不屑。她重新点燃一支烟，然后说道：“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不去不就功亏一篑了吗？姐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对我动手动脚的，我有这个。”说完，娟儿从包包里拿出一小包安眠药，
在我眼前晃了晃，继续道：“有了这玩意就不怕了。我在他去洗澡的时候，提前放在杯子里，等他洗澡出来后，就叫他喝下，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只要他睡了，我就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我知道娟儿所说的计划就是逼供，他要对 K 少玩仙人跳。我不知道这样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是现在我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娟儿身了。好了，姐，你就放心回去吧，接下来你就看我的。”娟儿匆忙整理了下头发，丢给我一个放心的微笑，就走出了洗手间。我回到了家，躺在了床上，但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是担心娟儿的安危，二是不知道娟儿的这种办法是否真的可行。时间在黑夜里流转，大概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娟儿突然回来了，一走进我的房间，她兴奋地大喊道：“姐，大功告成了！”房间刺眼的灯光让我朦胧的眼睛有些生涩，我来不及揉眼睛，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疑惑地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娟儿赶紧坐到我的床边，瞪大着眼睛对我说：“拿到证据了就回来了喽？难不成还真去舍孩子套狼啊？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哈，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我显得有点迫不及待。娟儿脱去外套，喝了口水，开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本是打算等他睡到半夜，然后来个突然袭击，给他玩个仙人跳，借此逼供他的。可是没想到，他睡下才不到半个小时，他的手机就响了，微信上显示是微微发来的，而且还一连发了好多条。我不禁觉得奇怪，这大半夜的微微给他发什么信息？于是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想看看微微给他发的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密码，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你对付姐夫的那招，用指纹解锁。我借用你这招，用 K 少的指纹解锁，没想到我用他右手大拇指一下子就解开了。娟儿看着我调皮地笑了笑，接着继续说道：“我打开他的微信，看到微微给 K 少发的信息，我顿时就懵了。微微微信上说，这个礼拜天他就要跟姐夫结婚了，还是说什么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一旦结了婚就形成了法律责任，到时候离婚财产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分一半。”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跳个不停。娟儿没有停，说得正起劲。然后微微又发来一条微信说：“我们干完这一单就收手吧，这样下去迟早会露馅的。等这单干完你就去戒毒所，等毒戒完了我们就结婚。”我真的不想这样下去了，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越听越迷糊，疑惑地看着娟儿，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你还看不出啊？”娟儿赶紧掏出手机，打开相册，把微微给 K 少发的信息一条一条的翻给我看，然后便说道：“实际上微微跟 K 少是一对，为了钱，微微使美人计骗了姐夫，然后跟姐夫结婚，结婚后再随便找个理由离婚，这样他就多少可以分走姐夫的一些财产。说白了，这个贱人就是个婚姻骗子，你明白吗？”我点了点头，内心无比的震撼。谁会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会如此阴险？从微微设计那出来促使你跟姐夫离婚，到星期天他跟姐夫结婚，这一切微微都跟 K 少算计好了的，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一个圈套，姐夫还蒙在鼓里。你看，这些都是微微跟 K 少的聊天记录，幸好没被 K 少删掉。娟儿把拍来的聊天记录给我看，我一张一张地看着这些聊天记录，瞬间明白了一切。从头到尾，受害者不止我一个，还有我的老公，只是他现在还被蒙在了鼓里。
现在我们不能打草惊蛇，等他们结婚的那天，我们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还你一个清白。”娟儿瞬间豪气干云，仿佛干了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而此时的我内心开始翻涌，非常不是滋味，同时对微微的恨意又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她害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老公。无论如何，我都要戳穿她的诡计。微微跟我老公结婚的那天，一向阴雨连绵的江南，阳光却出奇的明媚，空气中夹带着些许早春的味道。婚礼在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结婚现场装扮得更是奢华无比。听说光新娘身上那套婚纱就去了10几万，还有钻戒什么的不算。我跟娟儿两人不请自来。当我看到这些豪华场景的时候，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想当年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婚纱是租来的，戒指是白银的。可是谁能想到，我老公居然给一个小三如此风光奢华的婚礼。内心的不平让我对微微更加恨之入骨。姐夫个傻叉，一个江湖骗子也能博得他如此豪华的爱。娟儿也忍不住吐槽道。我没有作声，只是笑了笑。微微发现了我们，脸色稍稍变了变，然后还是面带微笑地朝我走来。哟，稀客呀，欢迎欢迎。微微一脸媚相向我们打着招呼。没想到吧，我跟我姐今天来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你是应该欢迎。娟儿嘴巴上从来没饶过人。哦，什么大礼？不急不急。娟儿说完，拉着我朝人群走去，只留下微微一脸茫然地懵在那里。我明显地在她脸上看到了不安。娟儿拉着我来到了我老公面前。这么多天不见，我老公依然还是神采奕奕。看到我老公，我的心里又升起了一股柔情。姐夫，祝你2婚快乐。娟儿的话让老公有点难堪。你们来了。老公看了看我，接着说道：进来可好？我正欲开口，娟儿却抢了先。好，进来也好，将来会更好。我对老公笑了笑，不知道为什么，才这么段时间没见，我对我老公居然有种陌生加惧怕感，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老公勉强笑了笑，对着娟儿说道：嘴巴还是这么老辣，那你们自己玩好喝好。说完，老公就走了。看着老公西装笔挺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眼眶不知不觉地湿了，心里感叹，这么多年的感情居然抵不住一个小三的勾引。娟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为了这样的蠢货，不值得掉眼泪，等下给他们来场好戏。你准备怎么揭穿他们？我自嘲地笑了笑，说道：你别管，到时候看我的，配合我就行。很快，婚礼仪式马上就开始举行了。我跟娟儿在酒店的一个靠边的位置上注视着这一切。简单的开场后，司仪开始问话了：顾军先生，你愿意娶微微小姐为妻吗？不管以后。愿意。顾军就是我的老公。没想到他回答如此爽快，这让我心里一阵痛楚。微微小姐，你愿意嫁给顾军先生吗？不管以后。就在这个万目瞩待的时候，还没等微微回答，娟儿突然站起来，大声地喊道：等一下！娟儿的这一声尤其响亮，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朝我们这边看来。娟儿一把拉住我朝台上走去。我不知道娟儿到底要怎么样，连忙小声说道：你要干嘛？你别管，跟我走就是了。不一会，我们就来到了台上。微微跟我老公措手不及地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此时，台下一片静悄悄，大家都在拭目以待，都想看看我们要干嘛。娟儿跑到司仪手中接过麦克风，接着说道：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姐姐
而我姐姐就是今天新郎的前妻。之所以我今天要上来，是因为我要拆穿这个贱人的阴谋，还我姐姐一个清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包括我老公和薇薇。娟儿指着薇薇继续说道：“就是这个贱人，害得我姐姐失去家庭，而且他还是个婚姻骗子。他自己是有男人的人，他骗我姐夫跟他结婚，然后再离婚，从中骗取钱财。然而这一切我姐夫都被蒙在鼓里。你别瞎说。”此时我老公终于按耐不住，来到娟儿面前大声吼道：“我瞎说，你个蠢货，你自己看！”娟儿怒气冲冲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机给我老公看。我老公将信将疑地接过手机，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我明显感觉到老公的脸色骤然发生了变化。娟儿从 K 少手机里拍来的那些微微跟 K 少的聊天记录，全部一览无遗地出现在我老公的眼睛里。我老公气得浑身发抖，来到微微的面前，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大骂了声贱人。然后微微此时也慌了神，赶忙解释：“你别听他们瞎说，我不是骗子，真的，我不是骗子，你自己看。”我老公把手机丢给微微，微微慌忙捡起来看，看完之后脸色也变了，心里肯定在想露馅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老公冲上去一把抓住微微，大声地吼道。微微此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脸色吓得铁青。而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从人群中挤了上来。我清楚地看到此人正是 K 少，最主要是他的右手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眼看 K 少就要冲到我老公的身后了，我一急，大喊一声：“老公小心！”然后就跑过去把老公给推开了。紧接着，那把原本刺向我老公的匕首，此时不偏不倚地刺中了我的小腹。娟儿跟我老公反应也快，看到我中刀，娟儿随即尖叫起来，狂喊杀人了。顿时现场一片混乱。K 少想跑，却被几名反应快的男子按倒在地。而此时我躺在血泊当中，眼神散乱，但是我还是看到我老公来到我的身边，用他那双强有力的手托起了我的头，而且我还看到了他眼角的泪水。他嘴里不停地说：“老婆，都是我的错，是我混蛋，我该死，我鬼迷心窍，你要坚持住。”老公的话软绵绵的，一丝一丝的入了我的耳朵。我躺在老公的怀里，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我知道我原谅了我的老公，但是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见到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我闭上了眼睛，我没死，经抢救我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昏迷了3天3夜。老公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满脸愁容。看到我醒了，他轻轻地伏在我耳边对我说：“我错了，我会用余生好好去爱你。”我没有作答，我不知道我是该点头还是摇头，我只是吃力地笑了笑。娟儿说 ：“K 少被抓了，吸毒后行凶，微微也一样，涉嫌诈骗。”我望着医院洁白的天花板，我想，我不知道这场战争我是赢了还是输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